前陣子我看到一則消息，講美股要改成一天開23個小時。說實話，我第一個反應不是吧，是啊，那以後是不是更難睡了？你懂那種感覺吧？市場會關門，其實一直是一件讓人有點安心的事。連一想，今天就到這裡了，你看不看都一樣，反正也不能動。那個鈴聲等於有人幫你按了暫停，現在連這個都要沒了，所以我一開始是有點抗拒的。我心裡想的是，又來了，又是一個把人綁得更緊的設計。後來我把整件事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然後我發現我想錯了，而且不是想錯一點點，是方向就反了。先講一下這件事本身。納斯達克宣布了一個叫全球交易時間的計劃，按目前的規劃，2026年12月6號正式上路。上路之後，美股一天開23個小時，只休息1個鐘頭。消息出來之後，我去看了一下大家的反應，幾乎都集中在同一個方向。那以後是不是不用熬夜了？那半夜是不是就能交易了？我的作息會不會被打亂？我一開始想的也是這些，但我現在覺得，如果我們只把這件事看成開門時間變長了，那我們看到的其實是整件事情最表面的那一層。我這樣講吧，這就像你家樓下那間菜市場，某天突然貼出一張公告，說我們要延長營業時間了。你走過去看了一眼，心想，哦，好，那我以後可以晚一點來買菜。但你不知道的是，同一時間，這間菜市场的樓下，那些你從來沒進去過的倉庫、輸送帶，還有整套點貨和送貨的系統，正在被整個換掉。大家都在討論幾點開門，真正在動工的是樓下那條輸送帶。我們今天就把這件事拆開來講，先講到底改了什麼，我會用最白話的方式說清楚，再講為什麼偏偏是現在。然後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段，有3件事我自己一開始就搞錯了，我想跟你聊聊，因為你可能也是這樣想的。接着我們下樓去看看那條輸送帶到底是什麼，最後聊聊這件事跟你我這種普通人到底有什麼關係。對了，先說一句，這支影片聊的是市場制度怎麼運作，屬於知識分享，不涉及任何投資建議。我們開始。先把事實講清楚，納斯達克這個計劃叫全球交易時間，按目前規劃是2026年12月6號上路。上路之後，一天23小時可以交易，只休息1個鐘頭。那1個鐘頭，你可以理解成菜市場打烊之後的清掃和補貨時間，把當天的賬對完，把明天要開門的準備做好。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澄清，我一定要先講。因為我看到很多人誤會了，原本的營業時段沒有被取消。美東時間早上9點半到下午4點，那個我們熟悉的、成交量最大的，所有人都在裡面的正常交易时段完全照舊，它沒有消失，沒有縮短，沒有被取代。新增加的是在這個時段的前面和後面多開了幾個鐘頭。就像菜市場原本是早上7點到下午1點，現在變成幾乎全天都開着，但早上7點到下午1點這段黃金時間還是那段黃金時間。攤販最齊，客人最多，東西最好挑，都還是在這段時間。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這決定了你要怎麼理解後面所有的東西。如果你以為主場時段沒了，你會以為整個市場的運作邏輯變了，但其實沒有。主場還是主場，只是在主場的前後多開了幾盞燈。那麼，是不是只有納斯達克在做這件事？不是，這其實是一場行業裡面的集體動作。紐約證交所旗下的阿爾卡交易所規劃的上線時間跟納斯達克是同一天，也是12月6號。有一家叫24X的交易所，早在2024年就已經拿到了監管批准，可以推动23小时交易。CBOE 環球市場旗下的 EDGX 正在申請的是1周5天，每天24小時。而倫敦證券交易所
規劃在2027年初推出夜間交易時段。另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那邊也有動作。SEC 主席阿特金斯說，會在秋天展開研究，探討美股每周5天、每天23小時交易的可能性，并且会在9月17號辦一場圓桌會議，討論全天候交易的制度和相關配套。所以你看，這不是某一家交易所突然想出來的點子，這是整個行業幾乎在同一段時間往同一個方向走。當一個行業裡所有的主要玩家都不約而同做同一件事，那通常代表他們看到了同一個東西。那他們看到了什麼？我們回到菜市場，一間菜市场會不會延長營業時間，通常只看一件事：客人是從哪裡來的。如果來買菜的都是同一個社區的人，大家幾點起床、幾點做飯都差不多，那這間市場根本沒有理由延長營業時間。開到晚上12點，也只是白白付電費而已。可是如果有一天來買菜的人不只是這個社區的了，有人從隔壁城市來，有人從別的國家來，大家的作息完全不一樣，有人的中午是另一個人的半夜，那這間市場就不得不重新想一件事：我現在的營業時間是不是把很多客人擋在門外了？美股現在遇到的就是這個情況。報道裡面提到一個數字，我覺得很值得記住：外國投資人持有美国股票的規模，從2019年到現在增加了大約 97%， 預計到2024年中已經達到17萬億美元。97%是什麼概念？大概就是6年之內差不多翻了1倍。納斯達克北美市場的高級副總裁麥克在受訪的時候講得很清楚，他說這次改革不只是延長交易時間，而是希望擴大全球投資人參與的機會，讓不同時區的投資人都能在自己方便的時間完成交易，同時兼顧市场的信任和交易秩序。他還提到另外一個原因，這幾年手機交易平台普及得非常快，全球市場的互聯程度也一直在提高，市場本來就在慢慢朝着全天候運作的方向走，制度也得跟上大家的使用習慣。這段話翻成大白話就是：以前是客人配合市場的時間，現在市場得開始配合客人的時間了。那我再講一層，這一層可能比較少人說，但我覺得很重要，而且它一點都不神秘。交易所本身是一門生意，它的收入跟成交的量，跟有多少人在上面交易是直接挂鈎的。所以对一间交易所來說，營業時間越長，能覆蓋的時區越多，能服務的客人就越多，能收費的時間面積就越大。我特別想說清楚一件事，這不是什麼內幕，也不是什麼陰謀，這就是很正常的生意考量。就像便利商店做24小時，不是因為他想改變人類的作息，就是因為他算過多開這幾個小時是划算的。理解這一層，你會比較容易看懂後面很多事情。因為當你知道一個決定背後的商業邏輯，你就不會把它想得太崇高，也不會把它想得太邪惡。它就是一门生意，在做一個合理的擴張決定。所以需求那一邊，全世界的人都想買美股；供給這一邊，交易所很樂意多開幾個小時。兩邊一拍即合。那既然是好事，為什麼我還要專門做一支影片來聊？因為接下來這一段是我覺得整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開頭我說過，我一開始想錯了。這一段就是講我到底錯在哪裡。我發現市場開23小時這句話進到我腦子裡之後，被自動翻譯成了另外3句話，而那3句話跟事實其實都有一點距離。我猜你可能也是這樣翻譯的，所以我們一件一件來。誤會1：開得久，是不是東西就比較好買？我們再回到菜市場，白天的時候，市场裡面有50個攤子，你想買10斤菜，你可以慢慢比，慢慢挑，這個攤子太貴你就去下一個，最後你大概能用一個還算合理的價格買到。現在換成凌晨3點，市場是開着的，沒錯，但裡面只有2個攤子。
你還是想買10斤菜。可是這2個攤子加起來可能也就那麼多貨，你要麼把2個攤子都掃光，要麼就只能接受他們開的價。而因為他們知道這個點沒有別人，他們開的價通常也不會太客气。開着门跟東西好買是2件事。真正決定你能不能順利买到、買得划算的，不是市场開了多久，而是市場裡有多少人、多少貨。在金融裡面，這件事有一個名詞叫做流動性。流動性聽起來很抽象，但你只要記住那個菜市场的畫面就好。流動性講的不是開多久，是攤位夠不夠多。所以在延長出來的那些時段裡面，雖然你能交易，但參與的人本来就比較少，買價和賣價之間的差距通常會比白天大一些。你要買比較多的量的時候，也比較容易把價格推上去。這不是什麼壞事，這只是這個時段的特性。就像凌晨的便利商店選擇比較少，這很正常，你知道就好。誤會2：凌晨看到的價格就是真實的價格嗎？這個也很有意思。我們繼續用菜市場。凌晨3點那2個攤子，其中一個老闆隨口喊了一個價，1斤30塊。那請問這顆菜今天到底值不值30塊？其實很難講，因為這個價格是在只有2個賣家，幾乎沒有買家的情況下喊出來的。它反映的是那2個人的想法，不是整個市場的想法。等到白天50個攤販都開門了，幾百個客人都來了，大家你来我往的喊價、還價、成交，最後浮出來的那個價格才比較接近這個東西真正的共識價。這個過程，金融裡面叫做價格發現。意思是，價格不是某一個人定出來的，是一大群人在互相交易的過程裡面慢慢發现出來的。參與的人越多，這個發現的過程就越可靠。參與的人越少，這個價格就越容易被少數幾筆交易帶着走。所以當你在半夜看到某個價格的時候，你可以知道一件事，那是一個價格，但它不一定是那個東西今天的定價。很多時候，等到主场时段開門，所有人都回來了，價格會重新回到一個大家比較有共識的位置。知道這一點，你半夜看到什麼波動，心情會穩很多。誤會3：可以隨時買，是不是就該隨時看？這一個就是我開頭說的方向反了。我原本以為市場開得越久，人會被綁得越緊。後來我發現事情剛好相反。我先講一個你一定有過的經驗。便利商店是24小時開着的，但你有沒有因為它24小時的開着，就覺得自己有責任24小時去光顧它？沒有嗎？它開着，你反而更放鬆，因為你知道我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時候去就好。我不用在打烊前10分鐘衝下樓，我不用囤3包衛生紙在家裡以防萬一。它開着，減少的是你的焦慮，不是增加你的任務。市場也是同一個道理。以前的制度是這樣的，市場只在某個時段開，所以如果你想處理什麼事情，你就得在那個時段處理，錯過了就得等明天。這種只有一個窗口的設計本身就會制造一種急迫感，快，趁現在，等一下就關了。現在窗口變長了。這件事真正的意義不是你可以隨時處理，而是你不用急着處理了，因為它隨時都在，因為你知道你不會錯過，因為你不需要在某個時間點之前把決定做完。我覺得這才是這次制度改變對普通人來說最實在的一個價值。它把一個原本很緊的東西變鬆了。市場開得久，不是要你陪它，是讓你不用再遷就它。好，我們講這次改變裡面真正比較大的那一塊。在開始之前，我先說清楚，接下來這一段講的是結算技術，不是虛擬貨幣投資。我們不會討論任何資產的價格，也不會討論任何東西值不值得買。這段純粹是在講錢和股票在後台是怎麼交割的。我們先想一件事，你在菜市場買菜，交錢、拿菜、
整件事情3秒鐘就結束了。錢到老闆手上，菜到你手上，兩清。但股票不是這樣的。你在手機上按下買入，畫面上顯示成交了，你覺得事情結束了。其實沒有，後台還有一整套流程要跑，要確認這筆交易，要對賬，要把股票從賣方那邊過戶到你這邊，要把錢從你這邊轉到賣方那邊。這一整套動作叫做結算。以前這個過程要花2個工作天，業內叫 T+2。後來美國把它壓縮到了1個工作天，叫 T+1。你有沒有發現一個順序？先是把結算從2天壓到1天，然後是推動23小時交易，接下來才是我們要講的這一塊。這個順序其實排得很清楚，樓上的營業時間要延長，樓下的輸送帶就得先跑得夠快。你不可能讓市場幾乎全天都在成交，可是後台還慢吞吞地對2天的賬。那接下來這一塊是什麼？叫做代幣化證券。這個詞聽起來很硬，我們把它拆開。代幣化在這裡的意思，其實就是把股票的所有權用一種新的技術形式記錄下來，讓它可以在一套新的系統上完成交割。關鍵在下面這3點，我覺得只要理解這3點，你就理解了70%。第一，範圍。報道提到 SEC 在今年3月已經批准了相關提案，適用的範圍涵蓋羅素1000指數的成分股，以及連結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100指數的 ETF。 也就是說，這不是什麼邊緣的東西，講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些主流標的。第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這不是一個新的東西。按照規劃，代幣會跟傳統的股票共用同一個股票代號，同一個價格，同樣的股東權利。這句話請你多念一遍，因為它非常重要。同一個代號，意思是它不是另一檔新的東西。同一個價格，意思是它不會自己跑出一個不一樣的行情。同樣的股東權利，意思是你該有的權利一樣都不會少。所以它到底改了什麼？它改的是那條送貨管道，不是貨本身。就像你在網上買同一件商品，以前是走陆運，現在多了一個空運的選項。商品是同一件商品，價格是同一個價格，你收到的東西一模一樣，变的只是它怎麼送到你手上，還有多快送到。第三，時間表。按目前的規劃，首批的代幣化交易最快要等美國證券存管公司完成系統更新之後才會展開。另外，納斯達克也跟加密貨幣交易所 Kraken 合作，打造一個代幣化證券的闸道，串接一個叫 XDOS 的平台，目標是在2027年上半年上線。所以整件事的完整圖像其實是這樣的：結算從2天壓到1天，然後延長交易時間到23小時，最後逐步導入代幣化的結算方式。3步，一步接一步。現在你回頭看開頭那個比喻，應該會更清楚一點。大家都在討論菜市場幾點開門，幾點關門。這個討論很熱鬧，也很直觀，因為它看得見。但真正被換掉的是樓下那些你從來沒進去過的地方，倉庫怎麼點貨，輸送帶跑多快，送貨多久到。這些東西沒有人會討論，因為它不上新聞，也不好拍。可是長遠來看，改變一個市場的往往是這種沒人在看的東西。講了這麼多，我們回到最實際的問題，這件事跟我們這種普通人到底有什麼關係？我不打算給你任何操作上的建議，那不是這支影片的目的。我想給你的是3個問題，你可以在心裡默默回答一下。第一個問題，我做這件事是為了3年後，還是為了明天？這個問題其實是一把很好用的尺子。如果你是為了3年後、5年後，那多開出來的這7個小時，坦白講，跟你的關係非常小。3年是26萬個小時，多7個小時，比例上幾乎可以忽略。但如果你是為了明天，那你可能會覺得這7個小時很重要。
這2種答案沒有對錯，我只是想說，先搞清楚自己的時間尺度，你才知道一个消息对你到底重不重要。很多焦慮不是因為消息本身，是因為我們用別人的時間尺度來衡量自己的事情。第2個問題，我看是因為我需要，還是因為它就在那裡？這個問題稍微有點扎心，但我覺得值得問。手機會亮，是因為它設計成會亮；市場開着，是因為它設計成開着。這些都不是衝着你來的，它們只是在那裡。真正決定你會不會一直看的，不是它開不開，是你有沒有想清楚自己為什麼要看。第3個問題，我願不願意給自己定一個關機時間？以前市場幫我們定了，下午4點鈴一響，看不看都得停。那個鈴聲其實是一種保護。現在這個鈴聲要淡掉了，那我們可能得自己給自己安一個。不是因為不看就會怎麼樣，而是因為一個能自己決定什麼時候不看的人，通常會看得更清楚一點。回到我開頭那個反應，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想的是那以後更難睡了。現在講完這一圈，我想跟當時的自己說，市場之所以以前要關門，不是為了讓你休息，是因為它做不到不關。對賬要時間，交割要時間，大家住在同一個時區，技術就只能到那裡。那個鈴聲從來不是替你按的暫停鍵，它只是那個年代的技術極限。現在這些限制一個一個在消失，對賬變快了，交割在換新管道了，客人來自全世界了，所以市場慢慢的可以不用睡覺了。但我想在這支影片的最後跟你說一句話，市場可以不睡覺，你可以睡。制度變得更方便，是為了給你多一個選擇，不是給你多一件要操心的事。它開着，是讓你在需要的時候有得用，不是要你隨時待命。真正好的便利，從來不是讓你更忙，而是讓你更從容。最後留一個問題給你，你可以在留言區跟我說說，如果有一天市場真的23小時都開着，你會給自己定幾點關機？我很好奇你的答案。我們下支影片見。